无比渴望得到死去男友的爱，于是她每晚都会做奇怪的梦，梦中被一双无形大手肆意揉捏。尽管第二天醒来身体异常疲惫，可女人却无比享受。正当她疑惑之际，女人却意外进入了惊悚游戏。欢迎玩家来到 A 级恐怖副本古堡玫瑰。穆潇潇睁开眼睛，有些迷茫地看着周围的环境。此时，一个干瘦的厨娘端着一盘盘菜放到各个玩家面前。厨娘把盘子放到穆潇潇面前时，恶狠狠地瞪了眼穆潇潇。周围的玩家有点慌。穆潇潇刚进游戏就被 NPC 盯上，更害怕自己会因此被连累。诸位用餐愉快，我的主人喜欢安静，希望大家不要乱跑。说完这话，管家便上了楼。其他人左顾右盼，不知该不该吃东西时，穆潇潇拿起刀叉切开牛排，咔嚓一声，穆潇潇的盘子离奇碎裂。你瞧瞧你干的好事！厨娘身体如炮弹一般冲到穆潇潇面前，布满血丝的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。像你这样人就该像盘子一样四分五裂，臭婊子！不但骂得难听，就连口水都溅落到了牛排上。穆潇潇用柚子插起牛排，直接塞到了厨娘的嘴里。你这样不尊重客人的厨娘，诺斯先生竟然没有把你开除，他真是仁慈。听说某些地方有这样的规定，辱骂客人的家伙要被割掉舌头。一旁的炮灰见状，恨不得把椅子挪远一点。得罪游戏 NPC 这是怕死的不够快吧？在游戏里还要大小姐脾气，太傻了。厨娘牛眼一样大的双眸在干瘪的脸上愈发狰狞。本小姐不用你伺候，归安吧。穆潇潇摆摆手，拉开椅子往楼上走。我还没做得罪她的事，她就针对我了，往死里得罪也没区别。穆潇潇回想起细则，游戏一般不会细枝末节到塞厨娘牛排，或者是放狠话触发死亡条件。小姐，您的房间在这边。管家突然出现在穆潇潇眼前，主人住在4楼，他喜欢安静，请不要随意上4楼。厨娘骂骂咧咧地进了厨房，她恨恨地抓起一把大刀，将巨大的肉块剁碎。老娘要把你碎成一块一块的。厨娘砍得用力，仿佛地面都在震动。赶凶潇潇，你可以去见太奶了。阴质的声音伴随着寒冷到骨髓的风吹到厨娘耳畔，厨娘手里的刀被看不见的生物夺走，她发出了惊恐的叫声，声音响彻整座古堡。穆潇潇听到尖叫，打开房门，隔壁的炮灰惊异地看她，其他玩家看穆潇潇的眼神也有点怪异，他们大多数以为楼下的惨叫是穆潇潇发出的。众人快步往楼下跑，想看看是哪个玩家那么倒霉蛋开局就挂了。难道还有比穆潇潇还要更拉仇恨的人吗？炮灰是跑得最快的那个，从尸体上或许可以找到游戏的线索，知道死因或许能避免走向死亡。到了厨房，炮灰惊得后退了2步，喉咙发出干呕。穆潇潇紧跟其后，很快看清楚了厨房的惨状，身材干瘪的厨娘被乱刀砍死，瞪大的双眼里残存着惊恐，染血的菜刀就在厨娘的旁边。后面探头的玩家大多面色惨白，大脑和上锈了一样，一时忘了思考。炮灰戴上手套，大致检验了一下尸体，见到厨娘的舌头没了，他经得手都在颤抖。大家惊惧地看向穆潇潇，你们不会怀疑是我取走了他的舌头吧？我要是有这个本事，当场就动手了。没有人说话，但他们用行动表明了，他们都觉得穆潇潇很可疑，大家都往旁边退，不敢靠近他。炮灰拧着眉头思索，不知道该给穆潇潇贴上傻白甜的标签，还是贴白切黑的。古堡的主人诺斯以及管家始终没有出现，大家见找不到有用的线索，就打算走。穆潇潇沉思了一会儿，这菜刀看着挺锋利挺好使的样子，接着他顺手拿起染血的菜刀，用水冲洗干净上面的血迹，拎着走上了楼。其他玩家看到他这架势，纷纷让出了一条路，身后的人都看着他，愣是有种大佬出街的感觉。穆潇潇走到房间门口，发现他的房间门半掩着，可他下楼前关了门。炮灰伸长脖子想看穆潇潇房内的情况，他笑眯眯地问，你要来我房间做客吗？这种邀请但凡早个10几分钟，炮灰一定会欣然同意，可软妹子手里还拎着一把大菜刀。不，炮灰僵硬地摇头。炮灰尴尬地走进自己的房间，走进房间，穆潇潇发现桌子上摆放着精致的食物，不过最为醒目的还是放在边缘的一个盒子，黑色的盒子用粉色的丝带绑了漂亮的蝴蝶结，有种自己在玩恋爱游戏的错觉。穆潇潇扯开蝴蝶结，打开盒子，里面装着舌头。穆潇潇鸡皮疙瘩瞬间冒了出来，把盒子盖上。穆潇潇强压恐惧后坐下，这是从厨房拿来的食物，按照常理来说 NPC 不会大费周章把食物搬来我的房间，在菜里下毒。穆潇潇吃完饭后在古堡散步，看了不少画，从1楼到3楼都有画，还都是那个女人的画像。其他玩家也在找线索，但碰到她却没邀请她一起，大家都默契的没有上4楼，那是城堡主人诺斯所住的楼层，危险与线索并存。穆潇潇消完食，洗了个澡就躺下睡了。半夜有什么东西敲响了穆潇潇的房门，紧接着吱呀一声，门从外面打开，进来的家伙紧紧盯着穆潇潇，眼神灼热似要将她吞下。穆潇潇在门打开的那一刻就醒了，但她没有睁开眼，她感觉那家伙距离她越来越近，一股寒意渐渐爬上她的身体，凉凉的，有什么冰冷的东西落在了穆潇潇的脸上，冰凉的手拂过她的眉眼，视线炽热的像是要把她吞噬。穆潇潇拿出了藏在床边的刀，朝着前方砍去，什么都没有砍到，是他杀了厨娘。穆潇潇肯定地说。黑暗中，男人低低的叹息一声，潇潇想砍我呀。低沉有磁性的嗓音听得穆潇潇一怔，怎么那么像她男友的声音？那就依你吧。他说着偏冷的音色，却宠溺无限，带着寒气的手抓住了穆潇潇的手腕，紧接着就是向前一刀。和之前那种什么都没砍到的状态不同，这一次穆潇潇感受到了刀砍到东西的阻滞感。阿洛，是不是你？穆潇潇睁大眼睛仔细地看前面，可他的面前只有一片黑暗。我满足了潇潇的愿望，潇潇也要满足我。男人把刀放到一旁，低头狠狠地吻向穆潇潇的唇。穆潇潇有点呼吸不过来，想把他推开，但身体却被一股力量禁锢住了，无法反抗，只能被动承受。这一定是阿洛。穆潇潇在心中喊。接吻的小习惯都差不多，不过以前男友和她亲亲时很少有这么激烈的时候。不可能，法医已经判定她死亡。潇潇不专心，男人含糊不清地说，只给她片刻喘息的机会，便又堵住了她的嘴，像是怎么也亲不够似的，直到她流出眼泪。怎么哭了？不想被我亲？男人心疼地亲吻她的泪珠，因为很高兴，高兴你回来了。穆潇潇抬手搂住她的脖颈，仰头想要亲回去，但她现在看不见他，似乎亲到了她的鼻尖。男人被她的举动取悦，笑声低沉悦耳，堪比午夜男主播。那么高兴就用接吻庆祝吧。突然外面又传来了尖叫声，穆潇潇的
的房间门也被人敲响，还有人试图撞门。男人发出了一声冷笑，对外面的人很不满。穆潇潇小声道：“我出去看看。”男人不太满意的应了一声，再亲一下。穆潇潇撅了撅嘴，甜甜的朝着他笑。以前他很少哄男友，都是男友哄她。她虽然从小习惯确定对方就是她的男友，可她现在的状态似乎不怎么对劲。男人碰了一下她的唇，开心的身上的温度都升高了一些。厨娘是你杀的？他凶你，讨厌。穆潇潇打开门，门外站着刨灰。刨灰奇怪的看着穆潇潇，他的气质好像有点变化，平时干净的和水晶娃娃一样，今晚却带了一丝媚态，脸颊和唇色都红得诱人，娇软柔媚的美人，谁不想搂在怀里好好疼爱一番？刨灰的呼吸急促起来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穆潇潇。穆潇潇的腰间和肩膀都有凉意，是幽灵状态的边落拥住了他的腰，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，一阵冷风吹向刨灰，吹得他头发都竖起来了，人直接被撞到了对面的门上贴着。有玩家听到声音跑过来，就看到刨灰坐在地上不停的叫唤，而穆潇潇站得笔直，双眸似乎在放空。有人察觉穆潇潇此刻的状态有点怪，但都不敢多看他一眼。穆潇潇拧了一把落在他腰部的手，示意边落不要玩了，他就是仗着别人看不见尽情耍流氓。是谁？刨灰警惕的左右看，却没有发现异常，他不知道是谁伤他。穆潇潇没理刨灰，而是问旁边的玩家，刚刚为什么有人尖叫？有玩家死了，就在楼梯口那边。被穆潇潇看着的人像是上课被点到名一样紧张的回答。穆潇潇往楼梯口走去，路过油画时他顿了顿，画像变了，晚上的眼神更沧桑，妆容也变了，不是同一个人。穆潇潇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，从服装打扮判断是个女孩，只是肌肤皱得不成样，更像是年迈的老者。几个玩家正在讨论死者的情况，他的指甲缝里有花瓣，是玫瑰花花瓣吧？这时落在穆潇潇腰间的凉意骤然消失，他不见了。诸位客人，夜深了，还不去休息吗？管家从楼上走下来，旋即随手抓住玩家失身的脚踝往楼下拖。你要把他带去哪儿？旁边的玩家朝着穆潇潇竖起了大拇指。穆姐您可真是虎啊，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敢问。他被诅咒了，碰了不该碰的东西。管家说完就拽着尸体往下走。次日，穆潇潇下了楼，他神采奕奕，其他人萎靡不振，哈欠连天。不过在看到厨娘把早餐端出来时，没睡醒的人当场就吓醒了。厨娘睨了穆潇潇一眼，用力的把餐盘放在桌子上泄愤。穆潇潇朝着他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。进厨房后，厨娘就被一把水果刀刺入了腹部。你对他态度不好。阴恻恻的男音响起，可厨娘却看不到边落在哪里，她被吓得浑身颤抖。从厨房出来的厨娘保持着腹部插了把刀的造型，毕恭毕敬的给穆潇潇上菜，就连嘴角的弧度都拉满了。玩家们都一脸懵，不懂这个复活的厨娘为什么要插刀，行为艺术吗？还是仗着自己能复活刷新拼命作死？此时管家陪着诺斯先生下了楼。穆潇潇第一次看到诺斯下楼，抬眸看去，诺斯的目光短暂的在穆潇潇脸上流连，不看他。边落捂住穆潇潇的眼，他顿时眼前一黑，哭笑不得的想，这大概就是鬼遮眼吧。谢谢各位客人能遵守约定到来，希望你们今天能采摘漂亮的玫瑰花。诺斯先生的嘴角勾起了笑意，我夫人生前最喜欢玫瑰了，得到玫瑰她一定很开心。听到要摘玫瑰花，大多数玩家一脸苦相，昨晚才分析出碰了玫瑰花可能会挂掉。吃完早餐后，众人带着上坟般的心情跟着管家和诺斯一起去玫瑰园。玫瑰花园虽然大，但仔细看的话，大多数玫瑰花烟大大的，想要找开的正艳的玫瑰非常不容易，不摘好看的玫瑰花，我的夫人会生气。诺斯先生勾起一抹让人毛骨悚然的微笑，大家担心要是不摘玫瑰花会被杀，纷纷找开的娇艳的玫瑰花。这里的玫瑰花开得最好。一个嘴巴有些歪的妇女喜滋滋的伸手去摘玫瑰，岂料手刚伸出去，脚传来了剧痛，低头一看，昨夜死去的女孩正抓住她的脚朝着她笑。随着一声惨叫，女孩手脚并用的把妇女拉入泥土里，陪我一起留在玫瑰花田里吧。这一幕吓得玩家大汗直流，却怕因踩坏植株被抹杀而一动不敢动。玫瑰花还是施了肥比较艳。诺斯先生看着那片显得更加娇艳欲滴的花朵，满意的点点头。诡异女孩解决了一个人后又眼馋其他人，大家想跑不掉，有的人被忽然冒出来的脚勾住倒在地，有的人被手抓住脚踝。下一秒，穆潇潇抡着一把大铲子过来，把冒头搞事情的诡异女孩拍回了地里。诡异不甘心，便多次冒头。穆潇潇明明长了一张甜美脸，做出的事情凶残无比，打地鼠似的把对方拍进了泥里，再也无法冒头。边落摘了一朵最娇艳的玫瑰送给穆潇潇，他知道她肌肤娇嫩，顺手还把玫瑰刺给摘掉了。大佬，你这样的还说自己是新人？有玩家脱口而出，全是大实话。穆潇潇无奈，他真的是新人。大佬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。您已经摘了一朵玫瑰，我可以摘吗？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感激道。他刚刚差点也被拖进泥土里，还好穆潇潇铁铲无情买鬼怪。穆潇潇点头，其他几个获救的纷纷道谢，顺手也把玫瑰摘了。微微的凉意消失，穆潇潇感觉边落又不见了，手里的玫瑰花忽然合拢变成花苞的样子，紧接着再次绽放时，中间多了一只眼，布满血丝的眼睛恶意的盯着穆潇潇。穆潇潇不疾不徐的套上花匠留在花园的手套，做事要把冒出来的眼珠抠出来，眼珠不甘的消失。这眼珠子忽然冒出来，不就是想吓他罢了？人一旦被吓到，就有可能在慌乱中出错。在穆潇潇之后，其他玩家手里的花似乎也出了类似的问题，有胆小的惊骇之下，把手里的玫瑰花丢了。玫瑰花落地立即枯萎。客人们，可以把玫瑰花拿过来吗？我的主人等不及了。没有摘取到玫瑰花的人，不得不快速选取玫瑰花，变得手忙脚乱起来。请把玫瑰花给我。管家再一次重声。有几个玩家忐忑地把花朵递给管家，他们手里的花开得不够好看，花瓣卷曲微枯，像是迟暮的美人。你的花最美。诺斯先生起身走向穆潇潇，请把花给我，女士，我的夫人一定很喜欢你摘的花。他看着穆潇潇雪一样白皙的肌肤，眼中闪过了一抹遗憾，不能处置这个娇滴滴的小美人，实在让他不甘。穆潇潇把玫瑰花递给诺斯，诺斯拿到玫瑰花的瞬间，利刺刺穿了他的手。这是边落送到穆潇潇手里的玫瑰，谁拿刺谁。这气息，诺斯惊疑不定地盯着掌心的刺看，不可能。突然，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诺斯身后。